你有想过，如果早2年买房，你可以多赚多少钱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哈，你应该买几楼？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跟你讨论另一个问题：晚5年买房贵多少？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先来看这张永庆房屋做的图片假设你在2019买房子，那到了2023年，如果你买的是台北跟新北的房子，那投报率的话15%到16%。如果买的是台中、高雄，就所谓的中南部，投报率35%。但是如果你现在还在看房子，那你投报率就0，因为你没买嘛，你没上车嘛。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建议你说，至少要有自己的一间房子，因为你现在不买的话，很麻烦啊，未来不只是跟不上涨幅还有你损失了自己累积资产的机会。不然我就问你，你的薪水从2019到现在有没有增加35%？未看先猜，当然没有啊。很多公司就算绩效好，加薪也是4%、5%这样。就算你5年的绩效都很好，每年都涨4%，或是什么年终比较大包，5年算下来，你加薪的幅度看有没有2成就好了。这已经是很佛心的公司了。但是你看上面那张表。你就买一间高雄的房子，涨幅35%，比你苦干实干还要多。这个就是房地产在影响实业的部分。我讲真的就是这样。房地产好赚啊，谁要认真做实业那政府的确也因为这个样子，祭出了很多政策，它来干预这个现象，来让钱跟人跑回实业去。那所以你应该要知道，你再努力都赢不过资本繁殖的速度。我知道这个说法很伤人啊，但这个就是台湾现在的现实你有资产，它就膨胀一下，随便膨胀一下，它都比你任劳任怨、苦干实干赚的东西都还要多。你看你每天工作12小时，那老板你的老板可能就是下午来晃一晃，然后每年换新车，看起来真的很爽。但是他今天要负担就是公司倒闭的风险。今天他如果公司经营不善，你说换就换，你就跳槽到下一间，那他就是要背千万的债务跑路所以他理当承担风险的人啊，理当拿得比你还多啊。那同样的，你今天买一间房子就是几百1000万的头期款，那你也是有背风险啊，所以你本来就有获取高额收益的机会啊。这个区别只是在于，你这个风险政府还会帮你看不是说帮你扛，而是要帮你看房地产这是人民国民的根啊，这地方不能出事情，出事情就会暴动那至于为什么政府会帮你顾，我们之前就有拍过影片解释了，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所以买房子这件事情啊，在现在这个阶段，它就是属于一个有风险，但政府会帮你照看那长期持久会有一个高收益的投资就低风险，然后长期持有高收益，就这么明白了，你干嘛不买一间房子啊？难道你要去买一些虚拟货币吗？真的有需要把钱花在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吗？买房子真的很不错啊，也照顾你晚年的生活，可以防御你自己的人生最后你要知道，买房子也符合巴菲特的雪球理论。我知道这个雪球理论，巴菲特都做股票的人在讲但是你有听过吗？巴菲特雪球理论他写在《雪球》这本书里面，你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他说法是这样人生啊就很像滚雪球，你只要找到湿的雪球跟很长的波道，雪球就会自己越滚越大这不是废话但我们来拆解一下，雪球对应的就是你的资本那个湿的雪就是投报率，很长的波道指的是时间。所以我们就是要找到一个稳定的投报率并且可以长期持有的投资标的物。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巴菲特都投资了哪些股票这里还有一个表格，你看可口可乐、美国运通、吉列刮胡刀这3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饮料、货运跟刮胡刀，这些是什么？民生必需品。那房子是什么？民生必需品。我们之前已经有一支影片在讲台湾的房价涨幅有多稳定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假装先这样子下判断？如果巴菲特住在台湾，他可能看一看他也会去买台湾的房地产为什么？因为房地产如此的贴合他的雪球理论，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自己想一下。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聊了晚5年买房贵多少。
那我先跟你分享了永庆房屋的数据，如果你在2019年买的话，那就至少就是15%起跳。我也跟你解释了，就算你工作绩效再好，你的薪水涨幅都很难跟房地产的投报率相比。而我也跟你分享了巴菲特的雪球理论以及他的投资哲学，只是对啦，我是硬搬的啦，我就是股票的东西我就拿来讲房地产哦。但以台湾目前现在的市场环境跟政策现况来说，我跟你说，我很有信心，巴菲特如果今天就是个台湾人，他应该早就满手台湾房地产买满了，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很难那么稳健啊，因为现在的房地产情况就是符合他的投资哲学啊。我说台湾房地产这个商品，你看我们台湾房地产，我们自己都不开放给自己人购买。我讲的是寿险业。寿险业收了那么多保费，这是1000亿等级的现金呢，不能够买台湾的房地产，它限制很多啊，就买商办。我们也很不开放外资来买台湾房地产，像国外就还好，国外反而很鼓励，对不对？你看一堆YouTube 也在讲美国房地产啊，海外房地产的部分，你在国外几乎完全没有听到国外在讨论台湾房地产，就没有，我们就是很抗拒外资。这里也是政府帮我们做的防守你想想看，巴菲特的钱如果进得来的话，来买台湾的房子的话，现在的房价、现在的租金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定很恐怖的。对，所以我们虽然嘴上一边骂政府，但是其实我们现在都还是受政府的恩泽，我不骗你就实事求是啊，也不怕丢脸，我就把我的想法讲出来这样。那最后我想问你你是什么时候买第一间房子的？那这个雪球滚起来了没？现在滚动的，你的雪球现在滚得多大颗了？欢迎跟大家留言分享。讲八卦，我说你这整集这样子讲，好像就是说不买房地产就要 GG 一样，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然你看我这整集我把它改成大家一起去炒股票，这样有比较好吗？你自己看，10年前炒股票的人跟10年前买房子的人，他现在胜算差多少，对不对？是不是有买房子的人都好像都喝谁然后有炒股票10年前有买股票的人，现在人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你问他股票有没有赚钱，他一定跟你讲赚钱的但是如果他赚钱，为什么现在还住老公寓，然后还开很奇怪的老公关？为什么他现在还没有开名车住豪宅，对吗？所以房地产就是这样子，防御性的资产。那你说台湾的房地产会不会永远一直好下去？我自己都认为不会，我自己都认为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永远好下去的房地产不会有。但我不怕，我为什么不怕？因为我们天天都在看嘛，我们就看得懂说，这个房地产苗头不太对，真的出现大问题了，我们都会先下车，我们都有办法了解那个风吹草动，我们就先跑了。对，所以不用担心啊，真的不用担心。那台湾政府现在弄给你的这个房地产的环境，你不上车，这不是很奇怪？难道你自产，你要去自什么产？你有一笔钱要处理，难道你去丢奇怪的股票？难道你去跟人家炒期货？那不是很危险的事情吗？防御性的资产，你身上有钱，那你就不想只存定存，那你当然是房地产本来就是资产可以考虑的一环啊。那只是说房地产它太稳定了，像基金你投资一支基金，如果这个基金到最后就是赔光，那你能怎么样？你也不能怎么样。但是房子嘞，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有一天这个房子的价格是0嘛？对，所以参考看看啦。我就认为房地产至少在现在的周期里面还是向上的，未来5年、10年应该都还是向上的。但是你说它永远都是向上的，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也知道世界上没有这样子一种永远上涨的商品，但房地产以现状各种投资商品摆开来看，它就是相对稳定、相对稳健，然后风险又低，报酬又高，杠杆又可以开5倍，就是你贷款8%，政府还会帮你 take care，你还不去做，你还看不懂，那真的很可惜跟你分享。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买房自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你不要搞错了。那自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我的心得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自产的房子，
你是要自产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不是你喜欢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有景观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面中庭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三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哎呀，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这个没办法训练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往往都是那没整理条件不好什么低楼层、面中庭那自住客门一打开，看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 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